营区的名称已直觉地告知此地为提供露营的农场，故而营主有少量的农作物供陆客购买，内容物随着不同季节有所变化。译者可直接洽营主询问，说不定此行上山就可以买到清脆香甜的高丽菜或水蜜桃等，无需千里迢迢在平地超商买了之后再带上山。云和露营农场的特色为云海，日落与星空，阳光斜照夕阳西下之时，记得放下手持的锅铲与停下一切事物，缓步走向营区唯二的观景台，静心望着远方山谷，聆听鸟儿划过的叫声，你会感觉到身心的放松与世界的美好。位于北横公路拉拉山半山腰的云和露营农场，由台北出发车行约需 2.5 小时，营区离塔曼山登山口很近，适合3天2夜的露营登山活动。华灯初上的巴陵地区，随着天色渐渐昏暗，一盏盏闪烁的灯火点亮了位于山棱的上巴陵部落与山腰间的卡拉部落。至于满布雾气的远处山谷，点点灯火辉映着层层霞光，似乎在诉说着黑夜即将到来。黄昏夜色缓缓暗淡，迎来山岚美景与变幻莫测的云海，不同时刻感受不一样的变化，不同季节见证春夏秋冬的四季差异。夏夜，站在云和露营农场的草地上，望着天上一片片棉花快速飘过，月明星稀，凉风徐徐。新闻旅报台湾岛犹如烤地瓜的同时，我正享受高山露营的惬意与舒适。露营模式百百种，一般人开车搭帐露营，也有人直接开露营车上山。今日遇到蛮酷的模式，起重机上山搭帐露营。露营之时，正值月圆之夜，晚上的天空除了丝丝云卷快速飘过，毫无任何一粒星光，仅远方一颗孤月渐渐升起。待秋夜时即可于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望月的夜里，云海静悄悄地飘荡在山谷里，四处回荡着只有鸟叫声与我们的惊叹声。待朔月之时，云海伴着点点星辰，想必银河星空更是绝美。夏天外出露营就是要搭天幕，感受山上的凉风吹拂惬意无比，但至夜里气温下降，有时凉风会变为冷风，纵使山下30几度炎热无比，到山上露营还是必须要带外套，而且不只是薄外套哦。一早的蓝天白云似乎正预告着炎热天候的来临，纵使大地如因减缓了些许热浪感受，但还是待在树荫下感受凉风比较舒服。露营活动首选营区后则营位，在知为搭帐方向，抉择正确与否，一大清早日出后立现，有无大树遮阴的感官温度非常明显。如无等车床足，倘若没有算好方位，将车子停于树荫下，一早日出之后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要睡到自然醒就成空话了。凉爽的天气，睡到自然醒，顺着日照阳光调整一下位置，享用完早餐后，整装待发向塔曼山前进。上午9点多才由云和露营农场出发，步行几分钟即抵达登山口。登山步道沿路有电信讯号畅通区域的标示，且由入口开始有1到34的计数牌，山友只要沿着计数牌数字前进，即可明了位于步道的相对位置。步入原始山林里，必须战战兢兢，时刻留意，注意地面高低隆起，小心抬头撞到树干，更需留意是否走在正确路径，一切的一切，小心为上。沿路穿越大小树干及不似路径的路面，若非树干上的红色登山布条，真的很难识别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标高2130公尺的塔曼山是新北市第一高峰，山顶有一编号6263的3等三角点基石，整条步道长约3公里，一般来回时间大约5小时左右。临近傍晚时分，浓浓的雾气再次布满整个山谷，远处的上巴陵部落几乎已完全看不见了。露营、爬山之后，暮色四合，又再度迎来一个夜晚，3天2夜的时间安排，较能享受亲近自然的悠闲，更能感受露营的舒适与美好。大伙七嘴八舌手忙脚乱地烹制出一道道美食佳肴，有鱼，有肉，有菜，有汤，当然还有酒。高山享受如此酒肆料理，不得不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咱们今朝有酒今遭醉，管他山下的纷纷扰扰。
营区的名称已直觉地告知此地为提供露营的农场，故而营主有少量的农作物供陆客购买，内容物随着不同季节有所变化。译者可直接洽营主询问，说不定此行上山就可以买到清脆香甜的高丽菜或水蜜桃等，无需千里迢迢在平地超商买了之后再带上山。营地草地上长了许多小黄花，仔细一看，花为亮黄色细花瓣组成，顶端生一白色绒球，这不就是蒲公英吗？白色绒球被风吹过会分散为带着一粒种子的小白伞，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生命，故以蒲公英的花语“我在远处为你的幸福而祈祷”作为影片结束。